乌克兰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在当天举行的乌克兰空军节庆祝会上，总统泽连斯基证实 F-16战斗机已经运抵乌克兰。俄方则表示，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交付 F-16战斗机不会改变战局。另外，乌方3号称击中了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击沉了一艘俄罗斯潜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说，乌克兰与合作伙伴就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必要性等问题举行了上百次会议和谈判。现在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发展的新阶段。泽连斯基说，他暂时不能透露已经运抵乌克兰的 F-16战斗机数量和他们的战斗任务。他同时强调，目前乌克兰从其他国家接受的 F-16战机数量和在海外受训的乌飞行员数量仍然不足。此前，在7月31号，多家媒体报道称，北约国家提供的首批 F-16战机已经交付乌克兰。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30号则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 美国将会提供 F-16战机所需的武器，数量方面至少会满足急需的用量。丹麦和荷兰将提供首批 F-16战机，比利时和挪威之后将会提供更多，总共约80架。 《华尔街日报》说，美国会为这些北约盟友提供 F-16战机配备现代化的美制武器，包括 AGM-88高速反辐射导弹、GBU-39小直径炸弹，可将非制导炸弹转变为全天候精确制导弹药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套件，以及中程和短程空导弹等。所有这些都是美军现役武器装备。 不过，对于此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8月1号回应称，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交付 F-16战机不会改变战局。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况，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乌军苏27战机，此外还击落了超过160架无人机。 同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41架战术无人机、2枚巡航导弹等装备，前线地区发生140次战斗，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斗最为激烈。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袭击了部署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 S-400防空系统。在黑海舰队母港塞瓦斯托波尔港，乌军还袭击了靠泊在这里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这艘潜艇随后沉没。 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在报道中表示，目前还无法核实乌军说法，因为俄方目前尚无回应。 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石红认为，乌军一直视黑海舰队为重点打击对象，多次采取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的方式。乌军打击手段其实和之前没有什么变化，就是用英制风暴阴影空射巡航导弹或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再加上无人机进行空袭。外界注意到，俄海军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已经是1年之内第2次被乌军击中。去年9月，它曾在塞瓦斯托波尔俄海军工厂的干船坞里被乌军风暴阴影导弹击中。当时流出的照片显示，有2处破损，1处位于艇首，之后厂方将其修复并投入使用。据乌克兰防务快报报道， 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2014年服役，目前正值壮年，造价3亿美元。报道还称，当时乌克兰特种部队派人乘船抵达附近的安全地点后，再使用水下投送手段将炸弹移动到潜艇附近，由远程引导并引爆，最后特战人员安全后撤。当时，美国福布斯杂志曾引述消息称，由于艇首受损严重， 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很可能将成为苏联和俄罗斯海军历史上第1艘在战斗中损失的潜艇，但最后俄海军斥资数亿美元将其修复，甚至高于它的造价。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半岛打了很多次了，而且大多时候都能捞到点战果。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就在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嘛，是很显眼且价值不菲的目标。于是乌军这次就拿它开刀喽。 况且这艘潜艇去年9月就被乌军炸成重伤，此后俄军又对该潜艇进行了修复，这次在泊位被乌军击沉，等于俄军忙活了半天全部白费，还贴进去大把维修费。 对乌军来说呢，也就成了大肆宣扬的战果。此外，俄罗斯和美西方之间的对抗也越来越激烈。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利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可能会部署核导弹，以此作为对美国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的回应。利亚布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导人以及军事部门根据综合因素判定需要部署核导弹，那么这一时刻将会到来。他表示，俄方仍然积极支持避免局势升级，但同时
时也在考虑应对局势升级可能采取的措施。里亚布科夫强调，俄罗斯方面将冷静地对美国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计划做出军事反应。俄方在制定相关应对措施时，将从尽可能广泛的选项中进行选择，但不会排斥任何可能性，包括部署类似的核打击系统。7月10号，美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将于2026年开始分阶段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包括 SM-6导弹、战斧导弹以及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其射程将远超目前在欧洲部署的任何陆基火力系统。对此，俄总统普京警告称，如果美方坚持此类行动，俄方将放弃单方面暂停部署中短程导弹，俄方将根据美国在欧洲及其他国家的行动做出对等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号晚间签署了将额外资产和能力转移到中东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命令。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在简报会上说，部长重申了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支持，并向以色列国防部长通报了其他措施，包括我部正在进行以及未来将要做出的防御部队态势的变化。He also stressed that the unprecedented scale of U.S. support for Israel since October 7th should leave Iran, Lebanese Hezbollah, and other Iranian-backed terrorist groups with no doubt about U.S. resolve. 此外，在已经有5艘战舰在附近的情况下，美国国防部2号也下令将更多可拦截弹道导弹的美海军巡洋舰和驱逐舰派往中东附近海域，并紧急增派一支战斗机中队。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也在开往以色列附近海域的途中，加上正靠泊阿曼湾的罗斯福号，美军在中东将有2个航母战斗群来应对局势。与此同时，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爆发口角的消息也被媒体曝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拜登1号在电话中严厉斥责内塔尼亚胡不要再耍我，并警告他不要将美国总统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分析指，这一言论显示出拜登对以色列在停火谈判中的拖延态度感到不满。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随后回应称，将会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合作，同时希望美国不会干预以色列内政。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以色列资深官员的话指出，自拜登7月21号宣布退选以来，内塔尼亚胡在袭击伊朗一事上变得更加大胆，并自信在攻击后仍能获得美国的全力支持。据美媒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利用周末时间加班面试了副手候选人，其中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夏皮罗成为当前最热门的人选。另一方面，特朗普同意了与哈里斯展开电视辩论，但必须得在福克斯新闻电视台举行，但这遭到了哈里斯的拒绝。据美联社报道，哈里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面试了6名潜在的竞选搭档，这周将正式宣布候选人，并展开一场涉及7个摇摆州的竞选造势行程。这6个人分别是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前宇航员马克·凯利、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以及4名州长：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兹克、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西·夏皮罗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哈里斯的丈夫道格以及一小群密友陪伴哈里斯权衡这一决定。这个小团体还包括司法部前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和哈里斯的姐夫托尼·韦斯特。据悉，最终结果将在6号前出炉。这份副手名单上最受关注的是夏皮罗和沃尔兹。夏皮罗是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在州内颇受欢迎。虽然当州长的时间不多，但因为工作风格务实，赢得了州内的广泛支持。美国媒体形容宾州是非常知名的摇摆州。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不久发生的特朗普遭刺杀未遂事件就发生在宾州，当地社会和政治撕裂程度可见一斑，因此夏皮罗广泛受欢迎是极为罕见的。今年5月的数据显示，宾州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竟然有高达35%的人强烈认可夏皮罗的领导能力。分析认为，选夏皮罗当副手几乎意味着哈里斯拿下了宾州。美国一调查网站的数据也显示，夏皮罗的支持率遥遥领先，达到了惊人的73%。Look at this, a 35% chance that that state is Pennsylvania. That's the determinative state. That is way ahead of the other 2 states on the board right here. Wisconsin at 14%, Michigan at 12%. So Pennsylvania right here, Josh Shapiro's home state, looks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state. And I think arguably that is one of the big reasons why he is seen as the front runner at this late hour.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还没有确认将成为哈里斯的竞选搭档，但夏皮罗已经主动给哈里斯助攻。在3号的一场活动中，夏皮罗火力全开。I think it shows a profound weakness in a leader when they can't sell themselves, but instead they got to attack other people. And attacking the identity of the vice president is shameful. 另一位呼声较高的候选人是现任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他深耕偏向共和党的选区长达10年，获得大量支持。沃尔兹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他曾是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1等士官长，也曾是国会议员中军衔最高的人。更重要的是，沃尔兹获得了民主党大佬前众议长佩洛西的青睐。据悉，沃尔兹原计划在周末访问新罕布什尔州，但为了参加副总统候选人面试，最终取消了行程。不过，沃尔兹本人在最新的采访中并没有透露面试结果。That's a decision that needs to be made by the vice president. 美媒分析，沃尔兹的执政历史中有一个硬伤可能成为共和党人的攻击目标，即2020年的弗洛伊德案。这起案件当时就发生在明尼苏达州，此后引爆了连续骚乱，但当时沃尔兹的反应不及时，花了很长时间才派出国民警卫队出面制止。在挑选副手的同时，哈里斯的另一大重点任务是备战与特朗普的辩论，但双方目前就谁来主持这场辩论还未达成共识。特朗普方面提议于9月4号在福克斯新闻台举行辩论，而不是此前他和拜登约定的9月10号与美国广播公司进行辩论。I think it shows that he wants to do it on Fox. He wants to do it with an audience because those two things are like security blankets for him. 特朗普垂青福克斯新闻台，但哈里斯方面坚决不同意。据路透社报道，哈里斯的竞选团队3号对特朗普的提议作出回应，指责特朗普需要停止耍花招，并如期参加9月10号的辩论会。哈里斯还在社交平台上讽刺道，特朗普声称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变成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安全空间。The momentum in this race is shifting. And there are signs that Donald Trump is feeling it. So last week, you may have seen, he pulled out of the debate in September he had previously agreed to. Well, Donald, I do hope you'll reconsider to meet me on the debate stage. If you've got something to say,特朗普任内的白宫新闻发言人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表示，特朗普喜欢辩论，但对于哈里斯的辩论，他可能有新的角度。Yeah, no, listen, he knows if he doesn't debate her, he has 6 weeks of getting pounded by her and her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on the fact that he didn't debate her. There's also a tension in Mr. Trump's personality. What a disaster it would be for him. He knows that. He's just trying to figure out if he can cause some commotion right now and get people like you and me to talk about him. 福克斯新闻台一直被认为是特朗普的主场，在立场上非常支持特朗普。美国广播公司则被认为更支持哈里斯。另一方面，又一位美国前总统站出来力挺哈里斯。吉米·卡特是目前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也是在世的最年长的美国前总统。已接受临终关怀近1年半的卡特，将在今年10月过上100岁生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卡特家人近日透露，卡特希望自己能坚持到2024年美国大选，投票给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外界注意到，在暗杀未遂事件后，许多硅谷大佬纷纷表示支持特朗普。特朗普近日透露，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过去几周给他打了多次电话。特朗普还说，扎克伯格称赞了他在遭到枪击后的反应。He called me after the event and he said that was really amazing. It was very brave, and and he actually announced he's not going to support a Democrat because he can't, because he respected me for what I did that day. 实际上，扎克伯格和特朗普曾是死对头。特朗普在半个月前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要把扎克伯格送入监狱。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整理了特朗普和扎克伯格的爱恨情仇。2020年6月，特朗普还担任总统时，扎克伯格就曾说，对特朗普总统的分裂和煽动性言论深感震惊和厌恶。2021年国会山骚乱发生后 ，Meta 旗下社交平台则一度封禁特朗普账号，但如今这些账号已经解禁。
当地时间7月31号，特朗普重回上次遇袭的宾夕法尼亚州为竞选造势，并透露了更多暗杀未遂事件的细节。他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时，邀请一位年轻女子上台，称对方救了他一命。You know, the people that operate the computers and all the brilliant equipment we have backstage. She said to me, she's great, she's great. She should come out. Just tell her to come out here for a second.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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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 You got to get her out. She saved my life. 特朗普回忆称，当时他在枪手开枪时转头，就是因为回头看了一眼这位女士制作的非法移民数据表。I love that chart. I'm going to sleep with that chart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at chart. 在特朗普的鼓励下，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女子跟大家说了声嗨，随后匆匆下台。Here she is. Wow. Hi.